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怎么不给爸爸留在那？不是还剩一个吗？这就是给你爸爸留的。你就不能给爸爸留2个吗？一共买了4个鸭腿，你自己已经吃了2个，我正准备吃一个，盘子里这不是还给爸爸留了一个吗？那你吃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讲呢？讲什么？你吃之前要跟我讲的，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吃了？我就吃个鸭腿，难道还要提前请示你，问问你的意见？你为什么不给他留2个？原来他根本不是不识数，而是心里只有他爸爸。那你觉得妈妈是连一个鸭腿都不能吃吗？爸爸每天上班那么辛苦，当然应该多吃个鸭腿。你随便吃点别的不就好了，干嘛非要跟他抢？好了好了，那妈妈就不辛苦吗？妈妈每天也要上班，回来还要做家务，还要照顾你。妈妈难道就不辛苦，就不配吃这一个鸭腿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跟个孩子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才多大一点，能知道什么？这不就是跟你闹着玩吗？婉婉下班啦，那先走啦，佳佳。每次下了班，我都火急火燎地往菜市场赶，挑最新鲜最贵的食材买。老板，给孩子吃的嫩菜心，还有今天凌晨刚摘的新鲜货吗？有，刚还剩2把，都嫩得很。就要这把，麻烦帮我装一下，孩子就爱吃这个。接着，又赶在他回家之前，将饭菜端上桌。我饿了，怎么还没吃饭？小宝回来啦，饭马上就好啦，你先去洗手好不好？怎么做个饭这么慢？每天早上他要穿的干净衣服，我都叠好放在床边。家里永远这么整洁干净，那是我每天睡前强撑着困意打扫出来的成果。妈妈每天也做很多事儿，妈妈也很辛苦，也很累的啊。爸爸最辛苦啦。还忙呢，老婆你也太拼了，快休息，喝口热的。谢谢老公，为了我们的家一点都不辛苦。你看咱儿子马上上3年级了，正是懂事认榜样的时候。你也知道，我这工作清闲是清闲，工资确实远不如你。小宝开始问爸妈赚多少钱了。我要是实话实说，在他面前不就抬不起头了？老公，榜样不是靠吹出来的，是靠做出来的。你多陪陪他，教他讲道理，比谎报多少工资都管用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男人在家里的形象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儿子的成长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不许让孩子觉得妈妈的付出不值钱。我赚的钱大半都花在了这个家，花在了孩子身上，这点你心里得有数。你放心，我心里门清，这个家离了你根本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抹了你的功劳。这鸭腿是给我爸的，他赚钱养家最辛苦。陈明，我为了孩子给你留脸面，才没戳穿你的谎话。现在在他眼里，全家都是你养的，我连鸭腿都不配吃，对吗？我不是……就都别吃了！林婉，你疯了！好好一顿饭，你闹成这样干什么？我再不疯，以后在这个家里，怕是连口剩饭都不配吃了。妈妈，你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行不行？我怕你们再吵下去，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怕家散了，我守了这么久的家，早就被这些无休止的争吵支离破碎了。
这就是我10月怀胎没日没夜拉扯大的亲骨肉。老婆，孩子只是和你闹着玩的。医生，我家孩子怎么样了？这才出院没几天，又要往医院跑。孩子天生体弱，底子差，后续得格外精心护理才行。公司那边又要加班，今晚不回来了。佳佳，急问你，我磨辅食总掌握不好比例，肉和菜咋搭才好消化？肉蒸烂再磨，菜泥要焯水，不能太稠。谢啦，我就想把他身体养壮实点。我不明白，究竟是为什么让他如此偏袒自己的爸爸？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爸爸，你可回来啦！哎呦，我的乖儿子，今天有没有想爸爸啊？爸爸，你看我搭的大房子给你住。真厉害，比爸爸公司盖的楼还棒。抓好喽，我们开飞机冲啦！好了好了，快去洗手吃饭，再不收心，他又要生气发火了。当时我觉得特别幸福，觉得他愿意陪孩子玩，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小调皮。不行，他不让吃。不行，他不让去。快停下，他要来揍你了。我从没打过他，连大声吼他都没有过。可在这个家里，所有的恶意，所有的不愉快，永远都跟着妈妈。好了好了，爸爸在，不惹妈妈生气。而爸爸永远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好人。还在生气呢？婉婉，不是我说你，孩子还小，你看，家庭和睦最重要。你去道个歉，服个软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我居然从他眼里看到了兴奋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快意。婉婉，你这样教育孩子不行的，以后孩子还怎么亲近你啊？你的教育方式就有问题。他在开心，他居然在开心。你应该多跟我学学，你别羡慕嫉妒啊！婉婉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当妈确实太失败了。你看孩子多护着我，你得反思反思你自己。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爸爸在呢，咱们不怕啊。你怎么能划妈妈的包呢？快跟妈妈道个歉，只要你道歉，妈妈就不怪你了，听话。婉婉，这个包不便宜吧？难得你这么大方一回。这不是升职了吗？总得有件撑场面的东西嘛。原来你最近加班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个包呀？
这包是你给我买的。大人的事儿别牵扯到孩子，他还小。爸爸，我们走吧。胡说什么呢？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会分开呢？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分开的。小宝，你先回房间，我和你妈妈聊一聊。林婉，你是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？看把家里弄的像什么样子？那我问你，你说这个包是你买的？就是一个包，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说得好，不就是一个包？行啊，那你现在就去重新给我买一个吧。哼，买就买，又不是没给你买过东西。生日快乐啊！正好家里旧电饭煲坏了，我买了个新的，全家都能沾光。母亲节快乐！给你抢了一大袋洗衣粉，特价买的，够你洗大半年衣服了。回来啦！今天妇女节有没有什么惊喜啊？给你买的新围裙，以后做饭不怕脏衣服。不就是想要个礼物吗？行行行，这就给你买还不行？林婉，你怎么能这么败家？我就说了吧，你们再这么吵下去，好好的家都要被吵散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配用这么好的包，就像觉得我不配吃一个鸭腿一样。陈明，我们离婚吧。老婆，老婆，你看你，我们刚才就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还真当真了啊？怎么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呢？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啊！这不就是我们的好儿子提出来的吗？你不是老说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吗？我现在不就是在按他的想法来办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你怎么一点小事都上纲上线，经不起玩笑呢？妈妈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我要跟着爸爸。是啊，到时候没了我这个拖累，你们爷俩肯定能过得风生水起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们俩一定会过得风生水起的。别说了，真是一对有意思的父子，唱的一出好戏。儿子不清楚，他陈明可是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每月的开销支出也全是我负责，而他那点可怜的工资，从来都只够他自己零花。老婆醒了，快坐下，趁热吃早餐。上一次见他这么勤快，好像还是我怀孕反应最严重的那几个月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找了个体贴的好老公。老婆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做好了，你先坐着休息一下。老公，小心一点，别烫着了。老婆，还愣着干啥呢？快来吃饭了。可谁能想到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就再也没进过厨房，更别提收拾家务了。爸，你天天上班起早贪黑就够累了，回家还要忙前忙后做这么多家务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你天天这么连轴转，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啊！你就不能别什么事儿都自己往身上揽吗？万一累垮了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家务本来就是咱们一家人的事，本来就该你和妈妈一起分担啊。
你们俩互相搭把手，一起做不就轻松多了？总让爸一个人扛着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这就是我养了10年的儿子，10年，他难道对我这个生他养他的母亲，连哪怕一点点、一丝丝的共情都没有吗？陈明不过做了一顿极其简单的早餐，就让他心疼成这副模样。那我呢？这10年来，家里的一日3餐、衣食住行，哪一样不是我样样周到？为什么从来没对我说过哪怕一次谢谢？那个曾经我觉得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此时此刻为什么变得如此面目可憎？李婉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拎个箱子要做什么？离婚的事儿，我是认真的。李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是一顿饭一个鸭腿的事儿吗？我都已经给你做早餐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这跟鸭腿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。协议我会寄到你单位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不跟你离婚。李婉，你走了孩子怎么办？你忍心看儿子没妈吗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，多为这个家想想？你们别再这么僵着了，行不行？爸，你天天上班起早贪黑就够累了，家里的事还全往自己身上揽，你就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身体扛不扛得住吗？我看着都心疼坏了。你们别再吵了，家是2个人的家啊，家务和日子本来就该你们俩一起商量着来，搭把手分担着过，各扛各的，这个家还像个家的样子吗？我以前给过你们机会了，可是你们不珍惜。陈明，事到如今，孩子还是觉得是你在养这个家，负担家庭的重任吗？这就是你当时教育的好儿子吗？婉婉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你别听他的。我别演了，恶心。既然是辛苦养家的顶梁柱，那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这根柱子到底有多重。陈明，房贷、车贷、水电煤，还有你那宝贝儿子的宽带费，以后你自己慢慢养。门关上了，妈妈真的走了，以后咱们家就剩咱俩了。你天天上班那么累，回家还要忙前忙后做家务，谁帮你搭把手啊？我要最新款的乐高，你现在就给我买。要离公司近的，大平层，视野要好，拎包入住，钱不是问题。好。这件还有那个包全要了。女士，这包要38000，您确定？刷卡。自私？对，我以前就是太不自私了，才让你们觉得我吃一个鸭腿都是罪过。以前舍不得买的，舍不得用的，现在我通通都要拿回来。谁知道买了一大堆，1个月的工资竟然还剩这么多。以前家里大大小小的开销，那父子俩的衣服、鞋子、补课班，我每天精打细算的像个会计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原来全是给2个白眼狼填了窟窿。一个人奢侈的过，居然还能有余钱，这种日子真香。悠哉了才1个星期，清静日子就到头了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陈明说你一个鸭腿跟他吃醋怄气，还闹到离家出走了啊！婉婉啊，二姨得说说你，你都多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任性？一个鸭腿至于吗？传出去咱家脸往哪儿放？鸭腿？陈明，你还真是会避重就轻。老婆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这个家，快进来，我给你倒水。离我远点。
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闹了，爸妈不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陈明，你都多大人了，还搞家长告状这一套？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，还是担心没人给你还房贷，没人给你交往，没人给你买衣服鞋子了？早点签了，咱们也算好聚好散。别等我把事儿做绝，闹到法庭上大家都没脸。我要跟着爸爸。我不知道签了这个以后日子会变成什么样，我只跟爸爸待着最安心。没问题，你既然这么爱你爸，那就好好陪着他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我？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我尊重你。不要就不要，跟着爸爸我才更享福。或许在他的设想里，我应该是个虽然被嫌弃的一无所有，但依然会痛哭流涕跪在地上非要留在他身边的可怜母亲。可惜那样的林婉已经死了。林婉，你变了。不过出去了1个星期，换了身行头，拎了个贵包，现在连在家里多待1分钟也不愿意了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在外面找好下家了？林婉，你喜新厌旧的这么快吗？陈明，你这种总爱把错归到别人身上的本事，还真是10年如一日。你别这么看我，爸爸他真的太忙了，每天要上班挣钱，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做。你可真是你爸的乖儿子呢。工作太忙。陈明，你这理由找的，连你儿子都深信不疑。我还记得那个周末，我通宵做项目，连回家的路都快看不清了。我实在没力气开火，给你买了1盒自热米饭。林婉，你怎么给人当妈的？你看看你给孩子吃的什么垃圾食品！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防腐剂？你就是懒，就是不想负责任。你就让孩子吃这个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连续加了30个小时班，我真的困得睁不开眼了。陈明，要不你去给儿子做点饭吧，橱柜里有菜。小宝，今天妈妈偷懒不想做饭，走，爸爸带你去吃汉堡好不好？爸爸万岁！爸爸最好了！怎么，现在轮到你自己带孩子了？你的慈父标准就变成顿顿吃泡面了？怎么不带儿子去吃炸鸡汉堡了？怎么不去吃大餐了？老婆，以前的事提他干嘛？那个，咱说点正经的。跟我谈正经事儿？你要签协议了？不是，那个，你看，我们马上要还下个月的房贷了，我这月的工资刚给儿子交了点杂费，剩下的不太够。你能不能先给我转点钱？不多，就先把这月房贷顶上。转钱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管他要钱，他哪有钱啊？他每个月那点工资，买菜都紧巴巴的，平时还得靠你补贴呢。对啊，陈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哪有钱啊？我1个月挣的工资，恐怕连您这位家庭顶流柱的零头都够不上呢。儿子，你说是吧？那肯定。爸，你才是咱家的钱袋子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别跟我演了成吗？明天房贷再不还，银行就要逾期留记录了，到时候房产证都要出问题。爸，你求他干嘛？咱家存款不是都在你卡里吗？宝宝，你不懂，先别说话。陈明，看清楚了吗？你看看我这张脸，还有这身行头。你哪来的钱买这些？你拿我爸的钱了？所以说，我真没钱了。正如你所见，钱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以另一种令人精神愉悦的形态，重新回到了我身边。林婉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败家了？你知道这些东西能抵多少个月房贷吗？买这么贵的东西，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怎么变得这么物质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连买件衣服都要想半天。不过了，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离婚了吗？
不过了，自然也就不用替你省钱了。儿子，你先进房间，把门关上。爸妈有点大人的事要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老婆，别气了，咱们不闹了好不好？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买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气我，对吧？行，气消了咱就把东西退了，好好过日子，乖，听话。陈明确实长得还不错，这种带点痞气的温柔，我以前最吃这一套。以前不管吵成什么样，他只要这么眨眨眼，像这样哄一哄，我就觉得自己也有错，就不生气了。陈明，你如今几岁了？什么几岁了？婉婉，你这问的是什么话？我是问你都这个岁数了，还没发现自己卖萌很恶心吗？你岁数大了，这张老脸在我这儿已经不好使。林婉，你说话非要这么刻薄吗？我这是在给你台阶下。快点签，现在签了，资产怎么分咱们还有的谈。要是等我起诉，去法官面前把你那些装穷骗老婆钱的账单翻出来，咱们就只能法院见了。起诉，法院见。你做梦！林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就是因为那天儿子要给我留个压腿，你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吃醋了吗？你都多大人了，快40岁的人了，跟一个10岁的孩子计较，你要不要这么任性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这天底下谁家会因为少吃一个鸭腿就闹到要离婚的？传出去我都替你嫌丢人。丢人？陈明，是不是因为一个鸭腿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？再说这种丢人的事儿，除了你谁会往外说？这一个星期那些亲戚朋友、七大姑八大姨，不都是你一个个打电话去哭诉、去造谣的吗？总之我不同意离婚，你想走可以，净身出户。你想多了。除非你把你的财产分给我80%，否则我就这么拖着你，看谁耗得过谁。果然，这才是狐狸尾巴，这才是他死活不撒手的底牌。哦，分你80%的财产。可是老公，我哪里来的钱呢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跟全家人、跟儿子说，我只是个好吃懒做，每个月挣那3瓜2枣还不够给自己买包，全靠你这个大男人辛苦养着的窝囊废吗？既然我这种窝囊废没钱，那你到底是在问我要80%的什么？是要我这身你买不起的衣服，还是分走这满地的废纸片子？林婉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你现在跟我耍这种嘴皮子有意思吗？过分？我不过是重复了一下你平时对我的评价啊。怎么，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，你就急着对号入座了？行，既然你非要离，那咱们就算算，这学区房必须归我，但是房贷得你继续还。除此之外，你每个月得把工资分1半打到我卡上，作为我和儿子的生活费。陈明，你是不是出门把脸落家里了？房子归你，房贷我还，工资还要分你1半，你告诉我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挣得多啊，林婉，你挣得多你就该多出一点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再说了，我还要养儿子呢。你要是不给这笔钱，他就别想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以后顿顿吃白面，补习班你也别想让他上。反正我是个每个月只挣那点零头的窝囊废，我没钱养他。你想看他受苦，你就尽管1毛不拔。你也别生气，婉婉，咱们得讲道理。我要这房子，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？这都是为了儿子着想啊，没办法呀，谁让这孩子跟你不亲呢？他哭着喊着一定要跟着我，我也很为难啊。陈明，那既然跟着我，我总不能不给他上学吧？咱们这可是全市最好的学区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转学去上那些水平一般的烂学校吧？那是你亲儿子，你肯定也舍不得他毁了前途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我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得把这房子双手奉献给你这个分文不出的无赖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养他的钱你肯定得出1大半吧？另外，我一个大男人为了带孩子得辞职，得耗费精力，你再付给我一点照顾费，这很合理吧？陈明，你哪来的脸霸占这房子？这房子的首付是我卖掉了我婚前的婚房，又低声下气找我父母东拼西凑才攒够的。你从头到尾只出了一张嘴，现在竟然还要我给你还贷款，还要给你发工资？反正房产证上有我名字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咱们就耗着，看谁先心疼儿子没学上。陈明，
你的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想要我的血汗钱养你这尊大佛，你下辈子投胎做梦去吧。行啊，林婉，那咱们就耗着，看谁先心疼儿子的前途。他都听到了，听到他心心念念的好爸爸正拿着他的前途当筹来勒索他的母亲，可他依然躲在那道缝隙后面，像个冷眼旁观的陌生人。离，婉婉，想离就离吧，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你。这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，当初看他话不多，以为是个老实本分的，谁能想到这皮囊底下藏着这么一副黑心肝？我就说之前怎么亲戚都在背后嘀咕你，原来全是他在外面胡说八道。明明是同一件事儿，在他那张嘴里居然就能完全掉个个儿。好家伙，黑的说成白的，没钱的说成养家的。哼，陈明这混账东西，不仅算计你，连孩子都当成他手里的刀了。那小子的崽子也被他彻底教坏了，是非不分，还敢跟着他爸合伙欺负亲妈。婉婉，咱两个都不要了。爸妈，我还以为你们会为了名声，或者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，劝我忍一忍，阻拦我离婚呢。婉婉，你也太小瞧你妈了，不就是离个婚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天又塌不下来。再说了，这又不是旧社会，离了婚还得进猪笼。其实旧社会也有旧社会的法子，要是放在那会儿，一包耗子药下去，保管让他这辈子再也没机会造谣。胡说啥呢？就成丧偶了，当着闺女的面没个正经，还省了离婚这道手续。就你有理，我这不是替闺女出气吗？那陈家父子俩办的事儿，确实比耗子还糟心。来，老太婆，先吃这个，我一大早特意去南边那个早市挑的，新鲜着呢。就你会献殷勤。婉婉，快尝尝，我专门记着呢。这一筐是你妈最爱吃的品种，个头大还甜。原来这才是家，没有尊卑，没有牺牲，只有这种下意识的平等的呵护。原来我不需要教，正常的爱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以前都在坚持些什么啊？原来这样才是正常的。只有爸爸真心的尊重、爱护妈妈，孩子才会看在眼里，跟着一起爱妈妈。家里的风气是从根上长的，根烂了，孩子怎么可能长得正？这节目吵不吵？要不换个戏曲频道？不用，就看这个。你不是爱看球赛吗？这种以前我觉得的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琐碎的小事，却是爱情历久弥新最坚硬的证明。陈明，他根本就没有那颗真心，他不配。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我再多付出一分一毫。这饺子是我和你爸亲手包的，你工作忙的时候下水一煮就成，别总吃外卖。妈，你们留着吃吧，我那儿什么都有。给你就拿着。亲戚们那边，我和你爸会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解释那些陈明造的谣，我们会替你掰正。在外面受了委屈，累了就回来，妈随时给你做好吃的。傻丫头，妈不疼你疼谁呢？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妈，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跟你们提离婚，你和爸会为了面子或者为了外孙劝我忍一忍，劝我为了孩子不要离婚。傻丫头，妈不疼你疼谁呢？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妈，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跟你们提离婚，你和爸会为了面子或者为了外孙劝我忍一忍，劝我为了孩子不要离婚。傻孩子，你真是想多了。我们当初就算对陈明好，对那个孩子好，那也全是因为你的缘故啊，那叫爱屋及乌。可现在这屋都烂了，咱们还要那屋干什么？听妈的话，既然不开心，那我们就离开他们，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妈妈，我会的，以后我会对你们好，对自己好。回去之后，我把陈明和儿子那堆糟心事儿彻底抛到了脑后。说来也神奇，一旦不用再操心买菜做饭，不用盯着那白眼狼的功课和补习班，我突然感觉整个人轻得像要飞起来。林婉，这份方案做得太漂亮了，思路比以前开阔了不止一个档次。既然你现在的状态这么好，
我手里有个大项目，需要去外地出差半个月跟进，你愿不愿意去？当然，我没问题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下？以前这种机会给你，你可是坚决不会答应的。你总是说孩子太小，离开你不行。那是以前了。你能想通就好。林婉，你也该为你自己活一回了。行，去吧。只要这个项目拿下来，回来等着升职加薪，我保你上经理。酸四，没必要。这世界上除了我父母，也就只有钱和权力是永远不会背叛我的。咖啡请慢用。不用起早贪黑做3餐，不用听那父子俩的抱怨。这种自由，我竟然阔别了10年。喂，说话，不说我挂了，我很忙。妈妈，是我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妈妈，爸爸他把我的奥数班和英语班都给停了，他还去学校跟老师吵，让老师把下学期的学费和资料费全部退回来。我看了看日历，正好是还房贷的日子，我不往那张卡里转钱，陈明那个自诩养家的顶梁柱，也就只能从孩子牙缝里抠钱还贷了。还有篮球课，还有明年的夏令营，爸爸全给退了，他说那些都没用。那可能是他觉得那些培训班教的不好，想要亲自辅导你吧。他长这么大，陈明恐怕连他的书包有几层都不知道，更别提翻开他的课本了。快去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最厉害了，妈妈最会辅导作业了，去缠着你妈。陈明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头疼的厉害，你就帮孩子批改一下这几页考算题吧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。那时候他要么借口忙，要么撒娇说老婆你教得好，儿子只听你的。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只为了在儿子面前当那个不管闲事的好爸爸。既然你爸爸那么辛苦养家，现在又把钱省下来了，他一定会花更多时间陪你学习的，对吧？这道题是底乘高除以2，为什么要漏掉2？好啦好啦，老婆消消气，不就是道题吗？先让孩子休息一会儿吧，看把小宝累的。老婆，你知道的，孩子最听你的，你继续教，我去玩会手机。时间长了，孩子当然觉得他心爱的爸爸温柔体贴，而我只是个脾气暴躁、不可理理的疯女。妈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其实挺想你的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想我？是想我的钱，还是想那个随叫随到、任劳任怨的保姆啊？我一个挣不到什么钱的拖累，离开你那位英明神武、辛苦养家的亲爱爸爸，日子当然过得苦不堪言了。可他现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仅不心疼我这个被吸血10年的妈，反而帮着那个无赖老爸来哄我回去，重新给他们父子俩当牛做马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这个家里最便宜、最耐用的耗材。他和陈明一样，骨子里只在乎谁能给他们利益。不用了，我这种挣不到钱的败家娘们儿，就不回去耽误你们父子俩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你爸是顶梁柱，你跟着他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这种白眼狼的孩子，多听他说一个字都让人烦躁。这世界是人会变坏，情会变质，只有钱是永远不会骗人的好东西。人坏，钱好。毕竟亲自带了10年，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能从那缩脖子的动作里一眼认出来是他。这位小朋友，随便往陌生人身上扑是很没礼貌的。妈，我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饿？怎么会呢？你爸爸不是全天下最体贴、最能干的顶梁柱吗？他没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大餐啊？没有大餐，什么都没有。爸爸每天都让我吃泡面，各种口味的泡面，我都快吃吐了，看见调料包就想吐。他不给我洗衣服，书包也是臭的，同学们都捂着鼻子嫌我脏，老师也找我谈话，他们都不跟我玩了。哦，那你的精英教育呢？
你引以为傲的未来呢？我的补习班全被他退了，钱也没了。我现在回到家，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不会的题去问他，他嫌我烦，让我滚。老师讲新课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妈妈，我好怕。家里乱，你爸不是最会营造温馨气氛了吗？家里又乱又臭，马桶堵了没人修，外卖盒子堆到天花板，他根本不管。后来家里的泡面吃完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想让他带我去吃一次炸鸡，哪怕就一个小汉堡也行。他说他没钱，还狠狠打了我一巴掌。他说我是个只会张嘴要钱的吃白食的。妈妈，爸爸他变了，他打我。你那天不是说你爸样样都好，长得帅又能挣钱吗？既然他那么本事，你让他赶紧再给你找个漂亮的新妈妈去伺候你们爷儿俩。我这尊小庙供不起你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要爸爸了，他根本不管我，我要跟你一起住，你带我走吧。别，你可千万别，我这种没用的母老虎可高攀不起你这种小少爷。这不是新搬来那女的吗？怎么把孩子弄成这样？当妈的穿得这么光鲜，孩子像个小叫花子。进来，别在外面给我丢人现眼。这是你的毛巾，里面有热水，洗干净你身上那股泡面味儿。听好了，洗完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玄关凳子上，屋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许碰，听见了吗？哇，好香啊！妈妈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手缩回去。我有说过这饭是给你准备的吗？我说过给你吃了吗？妈妈，我好几天没吃一顿饱饭了，你就让我吃一点吧，就一点。别叫我妈，我可养不起你这种眼光高、心气足的大少爷。我已经给你爸爸打电话了，他虽然忙着当顶梁柱，但儿子找上门这种事，他总得负责。他一会儿就过来接你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那个破家了，那里又臭又乱，爸爸只知道睡觉打游戏。妈妈，我要跟你一起住，这房子这么大，你让我住偏房也行。你要跟我住？对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那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你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吗？什么意见？妈妈，我是你亲儿子，我要回自己家住，还要经过你同意。自己家？这房子是我挣钱租的，这里的每一粒米、每一根菜都是我买的，跟你口中那位辛苦养家的顶梁柱爸爸没半毛钱关系。所以你想住进我的领地，到底有没有问过我这个主人同意吗？你要吃我辛苦做的饭，有经过我同意吗？你只是怀念以前那个随叫随到、被你羞辱还要给你做红烧肉图的保姆。你是想让我继续像以前那样，无冤无悔的给你们父子俩当牛做马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妈，我会听话的，我以后一定帮你干活。吃吧，记住，这一口是经过我允许才施舍给你吃的。妈妈，太好吃了，爸爸根本不给我做饭吃。妈妈，你看你也出完气了，消消气好不好？你消气了就跟我回家好不好？爸爸他其实挺后悔的。吃完了吗？吃的差不多了。说吧，是你爸把你送过来的吧？没有，不是他，是我自己偷跑出来的，是我自己想你了才找过来的。你自己？从那个家到这儿坐车也要1个小时，更何况这房子的地址我谁都没告诉。如果没有你爸在后面指点，你能这么精准的找到我的门牌号，还正好卡在我出差回来的时间点。我就是苦肉计吗？知道硬的不行，就开始打感情牌了，用孩子这副惨样来激起我的母性，让我心软，让我妥协，让我重新回去给你们当那个予取予求的保姆。
这种套路，你们爷俩还真是玩不腻啊。先把孩子弄得脏兮兮的送上门卖产，再算准时间让我看到。这种利用孩子来博同情、拿捏我的手段，还真是他的一贯作风。妈妈，那个爸爸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他在家天天念叨你，说以前不该那样对你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呢？只要你回去，咱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说话呀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我跟他大吵提离婚那天，你其实在屋里什么都听到了吧？没有，那天我戴着耳机写作业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陈明那天怎么勒索我的，怎么拿你的前途当借口的，你一清二楚。因为那天我亲眼看见你的房门缝是开着的。你还在生这个鸭腿的气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把鸭腿给了爸爸，没给你，你才故意闹脾气不回家的，对不对？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偏向爸爸了。以后有什么好吃的，下次以后我都先给你，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我求你了，妈妈。妈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偏向爸爸的，我不该在爸爸欺负你的时候还帮他说话的。妈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爸爸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被气笑了，原来这就是我怀胎10月苦心养大的孩子。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能理直气壮地指责我？为什么还能让你爸那样勒索我？因为爸爸是个男人，爸爸需要自尊心，需要脸面。他平时在外面上班已经很累了，他不是故意要骗我的，他只是太想在我面前做一个完美的、高大的好父亲了。你果然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这个家是谁在出钱，谁在出力。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能理直气壮地指责我？为什么还能让你爸那样勒索我？妈妈，爸爸其实很可怜的，他心理压力很大的，他就是因为太爱我了，怕当不好我的爸爸才不得不这样做的。他那些谎言都是善意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他？他想当好父亲，所以就得踩着我的骨头往上爬。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等咱们回家了，我以后帮你监督他，我盯着他，再让他慢慢改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回来，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。这样畸形的、毫无底线的体谅，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原谅，我没有办法理解，也不想理解这种畸形的逻辑。妈妈，开门！妈妈！这种装可怜、拿孩子当筹码的戏码，他上演了好几次。快跟妈妈道歉！但我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他掉2滴眼泪就心软、就妥协的廉价劳动力了，我绝不接受。喂，保安吗？这里有人闹事。林婉，我看你这下该怎么办？他开始了大肆宣扬，把所有的矛盾都浓缩成那个可笑的鸭腿，想把我钉在虚荣、物质、不顾家的耻辱柱上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老婆升职当大官了，嫌弃我们爷俩了。就因为那天儿子孝顺，想给我留个鸭腿，他就把桌子掀了，还要闹离婚。想借舆论压力逼我回去给你当免费保姆，陈明，你太小看现在的网友了。等等，大家看博主身后的背景，那是学区房吧？家具全是高奢，博主说他月薪3000养全家，逗我呢。破案了，这房子的首付是女方卖婚前房付的，博主穿的这件西装都要1万多，他拿头买。笑死，视频里儿子校服都发黄了，博主倒是油光水滑，这叫辛苦养家，这是吸血先收法吧？不是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可惜，聪明的网友们愣是从他的谎言里拼凑出了真相，大家对他疯狂嘲讽。陈明像个过街老鼠，只能灰溜溜地删了视频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没别的招了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林婉，我扛不住了，银行天天催收，房子都要被收走了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只要你回来继续把房贷还了，你以后剩下的那些工资我不要了。
我准你自己留着花，行了吧？那不行。我都退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非要看着房子被收走，看着全家人睡家街吗？房子首付是我卖了婚前房付的，这几年的房贷也是我一笔笔还的。陈明，这房子从地基到天花板哪一寸是你的？你想拿我的钱去养你的面子，凭什么？你想耗我陪你，反正我有钱有工作，我耗得起。你呢？行，林婉，你够狠！房子我必须要，那是学区房，那是我的命。儿子跟着你，我养不起。只要你把房子给我，以后咱们两清。别，我这样不养家的人，可养不起这样的大福。你自己留着好好疼吧。爸爸现在手里实在没钱了，已经养不起你了。你跟着爸爸，只能一起熬苦日子。去妈妈那里吧，她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我可是亲眼看着他是怎么心疼他爸的自尊心，又是怎么理直气壮的让我牺牲。这种孩子养在身边，万一哪天我被吃了都不知道。林婉，我服了。房子，咱们一人一半，卖了分钱，这总行了吧？我不同意。房子是我全资供出来的，分你一半，你配吗？你别太过分，那我就拖死你！46分，我4你6。37，我3你7。这可是学区房，我这辈子就这点指望了。28，林婉，我拿2，你拿8，28，行了吧？这是我的底线了，你再不同意，我就去跳楼。成交。我也清楚，再压下去，这种无赖容易狗急跳墙。这2成房产，就当是我这10年用来打发叫花子的买路钱了。林婉，10年了，你哪怕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真狠心啊！没办法，陈明，那也是你和那个好儿子亲手教我的。去倒杯水，老子渴死了。自己去，你不是顶梁柱吗？倒水这种小事还要麻烦别人。后来他们搬去了出租房，没有了所谓的优渥生活，没有了保姆式的伺候，生活的琐碎像磨刀石一样，一点点磨掉了他们之间虚伪的亲情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渐渐消弭在贫穷与争吵中的深深的厌恶。洗个衣服放那么多洗衣液干什么？不用钱买吗？天天就知道吃，这个月的房租都快缴不上了。爸爸，我饿了，要不你去求妈妈回来吧，我真的饿坏了，这里又脏又臭，我要待不下去了，你去求求妈妈吧。妈妈，我受不了了，爸爸天天打我骂我，还让我干活，你带我走吧，我这次一定听话，我再也不偏向他了。带你走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在那间大平层里，在那个餐厅桌前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你每次都选了你那个体贴的爸爸，你从来没有选过我，哪怕一次。这么多钱，2000、3000，我怎么1分钱都没见过？那是你那个顶梁柱爸爸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妈每个月都给我抚养费，你凭什么全拿去挥霍了？你骗人！你以前跟着我妈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，现在由奢入俭难，你改不掉了，对不对？那点钱够干什么的？陈明习惯了被我供养的日子，那点房产分割款和抚养费在他手里根本留不住，他们父子的生活水平只会像直线一样下降，直到跌进泥潭。而我升职加薪，换了这套更大、视野更好的房子，父母偶尔过来小住，这才是我想象中家的样子。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重新煮了一盘鸭腿，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味道，不过还是一个人吃更香。